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是否曾经想过，玛雅文明那精准到让现代科学都惊叹的星象历法，真的只是他们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古老、更神秘的文明，把这份天上的智慧传递下来？今天，我要带你走进超远古地球文明系列的新篇章——欧美克文明 （Olmec），一个被认为是玛雅甚至阿兹特克文明真正的母体，却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神秘存在。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萨纳克文明，那是一个可能早于中美洲主流考古学认知的失落古国。而当萨纳克逐渐隐没之后，另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悄然兴起，那就是欧美克。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欧美克文明大约出现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繁盛于维拉克鲁斯州与塔巴斯科州一带，并在西元前400年逐渐消失。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时间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它的文化与技术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演进痕迹，就像是突然凭空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否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曾看见过？想一想，苏美文明在两河流域的突然诞生，埃及文明在尼罗河谷的迅速崛起，甚至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这些古老文明都好像被种下般，突然出现了城市规划、立法系统、祭祀与文字。欧美克文明同样呈现出这种跳跃式诞生的特征，让人怀疑它背后是否有一股更高维度的智慧力量在推动。考古学家最常用的证据是那些散落在丛林之中的巨型石头人头，这些石雕人头有的高达3公尺，重达数十吨，雕刻技术极其精细，神情各异。奇怪的是，这些巨石并不产自当地，而是来自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的山脉。问题来了，当时没有轮子，没有金属工具，更没有大型运输机具，他们是如何搬运并安置这些巨石的？难道真如一些灵性研究者所说，欧美克人掌握了声音共振、意识能量，甚至某种我们今天称之为高科技的手段？更耐人寻味的是，欧美克文明似乎对星辰有着特别深刻的认知。许多研究认为，玛雅历法的基础其实源自欧美克的原始星象系统。换句话说，玛雅人之所以能创造出那么精准的历法，可能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欧美克的智慧。而欧美克人又是怎么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就能对星辰周期掌握到这种程度？这种知识的断层几乎不可能仅靠农耕经验解释。那么，欧美克文明的真正起源，会不会并不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部落演进，而是和萨纳克一样，来自于更遥远的星辰？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承接与传递的中介文明，目的在于把宇宙的智慧交付给后世的人类。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许多中美洲的神话里都提到众神从东方的海上而来，带来历法、建筑、农耕与祭祀的知识。这些众神会不会就是欧美克人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星际导师？所以，在这一集的开头，我想邀请你先带着这个问题：如果玛雅历法的背后真的隐藏着一个更古老的根源文明，那么欧美克究竟是单纯的人类文明，还是一个高维智慧的化身？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谜题。欧美克文明的核心地带位于今天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州与塔巴斯科州一带，这里正好处于墨西哥湾沿岸的湿润地区。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普通的热带平原，却在3000多年前孕育出中美洲最早的高度文明。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欧美克遗址，例如圣洛伦索 （San Lorenzo）、拉文塔 （La Venta） 以及特雷斯萨波特斯 （Tres Sapos）。这些地方展现出高度的城市规划，并非随机聚落。圣洛伦索是最早期的欧美克中心，它拥有人工平台、排水系统与大型祭祀场所。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当时的人们竟能控制水流，建造复杂的水渠，这代表他们早已具备工程学的知识。而拉文塔则更进一步，出现了金字塔形的建筑雏形，象征着后来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的建筑风格，其实早已在欧美克时代出现。然而，最震撼的莫过于那些巨型石雕人头，这些人头雕像每一颗都重达数十吨，高度可达3公尺，它们的面貌各异，
鼻梁高挺，嘴唇厚实，甚至有部分雕像的特征，并不像当地原住民族群，更像是外来种族。这也引发了许多学者与灵性研究者的推测：欧美客人是否曾与外来族群，甚至是地外文明接触过？因为若仅用人力与石器工具要完成这些雕像，几乎不可能。考古证据显示，欧美客人不仅仅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着庞大影响力的文化核心。他们的艺术、图腾、历法与宗教仪式，后来都能在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中找到延续。例如，玛雅人使用的球赛仪式，最早的起源就是欧美客；祭祀中使用玉石与水晶的传统，也能追溯至欧美客。这些都显示，欧美客是中美洲文明的母体文明。但有趣的是，从灵性与神秘学的角度来看，欧美客文明的地理位置并非随机。墨西哥湾沿岸正好位于地球能量带的一个关键点，有些研究者认为，这里可能是地球的能量节点，与其他古代文明的遗址，如埃及金字塔、巨石阵，甚至南美的纳斯卡线形成某种能量网格。难道欧美客人选择在这里建造文明，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与地球能量场共振，并利用这股力量来进行建筑与天文观测？举个例子，拉文塔金字塔的方向与排列似乎对应着星辰运行的轨迹，这种天地对应的设计显示他们对宇宙有高度的敏锐度。若我们将视角转向灵性层面，就会发现，欧美客文明的核心目的或许不只是治理与农耕，而是连接天地，成为地球与宇宙能量的桥梁。此外，欧美客艺术中常见的符号与图腾带有浓厚的宇宙意识意味，例如，他们的神话图像中经常出现美洲虎与蛇的结合，象征力量与灵性转化，还有许多人与神混合的形象，暗示着他们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些符号后来同样在玛雅与阿兹特克文化中被继承与放大。换句话说，欧美客文明不只是地理上的一个古国，而更像是一个能量核心，它的影响力向外辐射，影响了整个中美洲的文化版图，甚至有人推测，它是星辰智慧的转移者，将来自更高维度的知识转化为人类可以理解与传承的文化形式。那么，既然欧美客人能建造如此壮丽的石雕，拥有天文知识，又能在能量场上精准定位，他们是否还拥有更进一步的高科技？这就是我们在下一段要深入探讨的神秘之处。当我们谈到欧美客文明，首先映入眼帘的，除了巨型石雕人头与祭祀中心，还有那份对星辰的精准掌握。许多学者认为，欧美客人的天文知识远超过他们的年代。拉文塔与圣洛伦索的主要建筑方向与排列似乎对应着太阳、月亮以及金星的运行轨迹。若我们以今天的眼光解读，这不仅仅是建筑设计的巧合，更像是一种宇宙智慧的投射。他们在观测天体的同时，也在把地球上的建筑与宇宙能量对应起来。更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历法系统与后来玛雅历法之间的连结。考古学家发现，欧美客人已经能精确计算太阳与月亮的周期，甚至观测到金星的运行规律，而这些知识似乎直接被玛雅人承接，发展出完整的玛雅历法，那个被誉为精准到秒的星象计算系统。换句话说，玛雅历法可能并非完全原创，而是建立在欧美客文明的基础之上。不只是天文，欧美客文明的建筑技术同样让人难以置信。巨型石雕人头，单颗石头重达数十吨，却能从几十公里外的山区搬运到祭祀中心。当时并没有轮子、铁制工具或大型机械，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有人提出假说，欧美客人可能掌握了意识与振动的能量技术，透过声波共振或集体意识的力量，将巨石移动与精准安置。这听起来像是科幻，但若以灵性与高维能量的视角来看，或许并非全无可能。此外，欧美客人对材料的运用也显示出高度智慧，他们选择特定石材雕刻人头与祭祀用品，不只是因为耐久性，更可能与能量频率有关。某些石材本身带有微弱的地磁特性，能够与地球的能量场共振，进一步强化祭祀仪式的效能。从灵性角度来看，这种物质与能量的结合正是高维文明的典型特征，它不只是工具，更是一种能量载体。
欧美克文明的艺术也充满了神秘象征蛇、巨兽与人形混合的神像，呈现出人与神、物质与灵性互相转化的概念。这些符号不仅美学惊人，更像是知识的密码，记录了宇宙法则、灵魂力量与星辰运行的奥秘。当这些符号在玛雅文明中再现，我们便能看到知识的传承，以及高维智慧如何透过符号与建筑在物质世界中留下痕迹。欧美克人甚至对社会结构有高度掌控，他们建立了有序的城市中心与祭祀阶层，显示出统治、宗教与科学三者的融合。在灵性解读中，这种结构并非单纯政治控制，而是一种能量调度系统，透过祭祀、仪式与星象观测，将集体意识与地球能量同步，形成文明的稳定与延续。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欧美克文明，不难理解为什么后世的玛雅人能在天文、历法、艺术与建筑上迅速发展。这不仅是一个文明的延续，更像是一种智慧的传递，从高维能量场投射到物质世界，让人类可以逐步掌握这份来自宇宙的知识。然而，正如第一段所提到的，欧美克文明的繁盛并非永恒，那么他们的文明最终为何衰落？是自然灾害、气候巨变，还是其他我们尚未理解的原因？这个谜题就是下一段我们要揭开的核心。当我们看完欧美克文明的辉煌成就后，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为何会在西元前400年左右突然衰落，几乎从历史舞台消失？考古学家对此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带着深不可测的谜团。首先，自然因素是一个明显的候选，中美洲的气候在那个时期可能经历剧烈变化，洪水、干旱或火山活动都有可能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动摇整个文明的根基。对一个以农业为主、依赖河流与季风的社会而言，粮食短缺往往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解，甚至引发内部冲突。然而，这种解释似乎过于单纯，因为其他同时期的文明，例如玛雅与阿兹特克，都能在类似环境下生存发展，为什么欧美克却无法延续？其次，社会内乱或权力斗争也可能是因素之一。欧美克的政治与宗教结构高度集中，祭祀与统治者掌控大量资源与知识。如果这套结构因内部冲突瓦解，整个文明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衰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遗址中建筑工程突然中断，石雕与祭祀物品停止制作，似乎在提示一种刻意的结束。这也让一些灵性学者推测，欧美克文明的消失或许并非完全的灾难，而是一种高维文明的退场。更深层的思考来自于灵性与神秘学的视角。欧美克文明拥有高度的星象智慧与能量操作能力，这意味着他们不仅理解物质世界，甚至可能掌握某种高维能量技术。当文明的目标完成，也就是把智慧传递给玛雅，建立好地球能量的节点与人类文明的承接基础，或许这群高智慧存在选择退出舞台，让历史循环继续。换句话说，他们的消失不完全是灾难，而是一种使命完成后的自然撤离。有趣的是，欧美克文明的遗迹中留下的符号与建筑排列，仍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这不只是玛雅文明，甚至阿兹特克文化也能找到影子。这种跨时空的知识传承，像是在告诉我们，古代文明从未真正消失，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能量场中，在符号里，在我们对宇宙与星辰的理解里。那么，当欧美克文明逐渐隐没后，地球上是否仍有其他文明在不同地域默默兴起，承接甚至超越他们的智慧？答案是肯定的。在地球另一端的北半球，欧亚大陆的深处，存在一个失落的帝国，它的文明规模甚至可能超越欧美克，影响了整个古代世界的版图。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探索的塔尔塔利亚帝国。想象一下，如果中美洲的欧美克人能掌握天文、历法、建筑与能量，那么在另一个大陆上，塔尔塔利亚帝国又会拥有什么样的高维智慧与失落技术？他们的文明是否也与星辰、能量，甚至古代科技相连？这些谜题尚未解答，而我们即将揭开下一层神秘面纱。在这个角度来看，欧美克文明的衰落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桥梁，
一个把智慧传给下一世代文明的关键节点，它留下的痕迹就像一条通往高维智慧的线索，等待我们去追寻，也为观众铺陈了对下一集的期待。北半球失落文明的惊人秘密——塔尔塔利亚帝国。欧美克文明虽然在历史舞台上只存在了不到1000年的时间，但它对中美洲文明的影响却深远而持久。从巨石雕像到金字塔雏形，从星象观测到历法系统，欧美克文明都为玛雅与阿兹特克提供了智慧的种子。它的存在证明了人类文明并非孤立发生，而是有着一条条智慧传承的隐形线索，连接着不同时代与地理的古代文明。或许最令人感到神秘的是欧美克文明背后那份高度智慧与能量掌握力，他们不仅懂得操作物质，还能与宇宙与地球能量同步。这种对天地的深刻理解，正是后世玛雅历法能精确到秒的基础，也是古代文明跨越时间与空间传承智慧的秘密之一。从灵性角度看，欧美克文明的消失并非真正的消失，而是一种任务完成后的退场。他们将智慧留给人类，让文明可以在后续世代中继续开花结果。然而，这条智慧传承的线索并不仅止于中美洲。当我们将视线拉到地球的另一端，会发现北半球深处还有另一个神秘且惊人的文明——塔尔塔利亚帝国。这个帝国的文明规模可能远超欧美克，掌握的技术与能量运用也可能与欧美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对历史、科技甚至地球文明演进的理解。所以，当我们回顾欧美克文明时，不只是看到一个古老文明的兴衰，而是看到一段跨越时空的智慧传承，一条隐形的文明支线。这条线从萨纳克文明到欧美克，再延伸到塔尔塔利亚，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每一个符号，每一座金字塔，每一颗雕像，都是这段历史智慧的印记。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将踏上新的旅程，探索塔尔塔利亚帝国的失落文明。它的建筑规模、科技水平与全球古文明的连结，将带来更多令人震撼的发现。我们将一探究竟，这个存在于北半球的文明是否掌握了比欧美克更高的科技？它如何影响整个古代世界的能量网络？以及它留下的痕迹又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何神秘的共振？欧美克文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把智慧传给后世。而塔尔塔利亚帝国则是另一个等待被揭开的谜题。带着这份好奇与期待，我们即将踏入古代文明最神秘的篇章——北半球的失落帝国塔尔塔利亚。敬请期待下一集，我们将一同探索那些被历史掩埋却依然在地球能量网中闪耀的智慧光芒。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